受过情刑还可以欺上瞒下，身居高位，看来背后之人权势不小啊！好大的胆子！我看你还有什么狡辩之词？小人知罪，州主饶命！哼，混账东西，欺君罔上，扰乱我国事！来人，给我拉下去，择日问斩！州主，大少主，大少主，救我，救救我呀！大少主，大少主，混账东西，污蔑二弟，还想污蔑于我？此人说什么，我完全不知情啊！州主，是大少主指使于我，他不想让二少主接管金陵卫一职，就想出这个办法，还给了我3000两黄金。但现在这个钱我1分都没动过呀！父亲明察，他说的这些我完全不知道啊！这一定是此人利用我想为父亲分忧的这个急切之心，才让我着了他的道，然后利用此种手段来诬陷二弟。父亲，我完全不知情啊！拉下去，拉下去，带下去！州主，州主，州主！今日情景，倒让我想起了《诗经》中的诗句：“唇之奔奔，雀之将将，人之无良，我以为凶。”景修，你识人识察，从明日起，不必来请安问事，好好回去给我闭门思过。退下。是，儿子知道了。就该如此。父亲，切莫动怒，小心疼风病又犯了。你们说，我是不是老了，竟被这种事情诓骗了这么久？父亲深受东周百姓的爱戴，百忙之中肯定会有疏忽，此事也怪儿子们没有早点查明真相。景明啊，你这次表现不错，颇有几分为父当年的风范。这个金陵卫没有白给你磨练。江离，你能识破周思齐的面目，有这份头脑，也让为父刮目相看呐。多谢父亲夸奖，这是儿媳该做的。娶妻当娶贤，景明能有今日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。看来为父当年促成你们这桩婚事，也不失明智之举啊。不管从前如何，你们夫妻2人今后要相互扶持，不要辜负了为父的期望。儿子谨记父亲的教诲。楚先生。二哥，瑶瑶今日在东方楼新开了今年新酿的桃花酿，你和二嫂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啊？下次吧。上次郊游的时候，瑶瑶看见二嫂甚是欢喜，那我们下次一起相约饮酒赏花。好。二哥这是怎么了？比我还着急。多谢师兄。你我之间不必言谢，本就是维护师门之事。等这灾情结束了，我就带你回到定风阁，与燕燕和师傅团聚。我也想念师傅了，也不知道我之前留下的果脯和糕点，他们吃完了没有？师傅肯定是泡在外面跑野了，不回去给他做饭。那你回去可得给师傅做顿好吃的了。哎，师兄，你刚才画的那个秘密是什么呀？太极。师兄，原来定风阁这么厉害，这个都能算得出来？当然算不出来了，师兄我可没有那么厉害。那你怎么会知道的？之前跟着师傅的时候，老阁主跟师傅提起过此事。说什么了？说咱们这位州主啊，
那个时候还是少州主，说他的身上有一个爱心形状的胎记，他自己非常不喜欢，于是呢就找到了定风阁，问有没有办法把它去除掉。原来如此啊，我还以为师兄能掐会算呢。能掐，就是算不出来。哎，对了，州主府呢为尊贵的客人准备了上等的房间，先生舟车劳顿，不如早些休息吧。云衣，先生请。住州主府啊？对啊，如此一来的话，先生跟州主之间商量起救灾的事情，不是更方便吗？那也行，你就住这边吧，反正离二少主府也很近，你可以随时来找我。如此也好。江离，你的行李多吗？还好。那就好。救灾之事处理起来不会耽误太久，记得提前收拾东西，免得到时候又手忙脚乱的。哦，知道了。郡主这是要出去啊？二哥二嫂今日有惊无险，所以我特意做了这些桂花糕，去和他们一同庆贺。郡主有心了。这府中是来了什么贵客吗？谁？姑娘别怕，我来看看。别看，别看！只是小小划痕，未上接到机里。姑娘，请随我来。来。来，好了，姑娘，没事了。抱歉，我失仪了。无妨。不过姑娘往后不必如此紧张容貌，心之善恶，貌之美丑，只要由心而发，容貌随心而变。相由心生，青青受教了。姑娘，你把这个拿着，每日记得涂抹。公子，还未请教公子名讳。在下楚子墨。楚子墨。对了，这块帕子既已被我用过，不如就送给我吧。这次回来是打算待多久再出发呀？发生何事？民妇求见二少妃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你是芸娘？正是奴婢。这位是？这是我母亲的侍女，
芸娘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记得母亲去世以后，你就请辞回家了。我不是请辞，我是被赶出神府的。当年外面人多嘴杂，进府里说吧。走吧。大小姐，奴婢找您找得好苦啊！你说你被赶出了神府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样，我先回趟厨房，你们俩留着。嗯。大小姐，夫人的死有蹊跷，奴婢千方百计找到您，为的就是将此事告诉您。起来说。奴婢不敢妄言，但夫人身体一向康健，平日里头疼脑热都是极少的，却毫无征兆的突然病倒。夫人起风了，我们回屋里吧。我不想回那个屋里，我想在外面透透气。夫人，赶紧把药喝了吧。夫人，夫人，我去喊大夫过来吧。啊，老爷呢？老爷还未回府。梨儿，小姐已经睡了，我现在就喊她过来。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梨儿，以后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她。夫人，夫人您对我有恩，我一定会好生照顾小姐的。夫人您福泽深厚，不会有事的。夫人，夫人。之后喝了多少汤药，用了多少人参都无济于事，最终撒手人寰。最蹊跷的是，夫人的汤药旁死了一圈蚂蚁。芸娘，我当时年纪还小，很多事情都已经不记得。你说这事有蹊跷，那你可有怀疑的人？当时田小珍与邹皎月都十分受宠，老爷日日流连后宅，夫人便劝谏老爷当以政务为重，多为沈家的将来考虑。老爷不仅不以为意，还斥责夫人是个妒妇。夫人日日以泪洗面，真是不知
少妃，奴婢都打听清楚了，是因太史令的事情，州主命少主禁足。禁足？是，听说少主回来后心情便十分不好。看来我们的机会来了。少妃何意？玉竹，你去通知父亲大人，让他鼎力协助我和少主。这时候少妃要老爷鼎力相助，于将军府好吗？你只有与锦绣婚配，才能成为东周最尊贵的女人，才能成为州主府未来的女主人。可是，我确实心悦于锦明哥哥。可是，在爹心中，我王家的嫡女，应该是这东周最尊贵的女人。自我嫁入大少主府、将军府，早与大少主同气连枝。少主是嫡长子，州主府那边又有大夫人，何愁不能东山再起？那最尊贵的位置，只能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还没吃饭吧？你特意为我准备的？可不嘛，少主亲自在厨房准备了一下午。哦，对了，周礼天官的孤本，你怎么找到这本书的？从一个游历四方的老方丈那里得来的。明明就是用自己的血玉换的。你怎么想到给我这本书啊？听芸娘说，你娘的死因另有蹊跷，这上面记载了很多奇门妙法，我想，也许你能用得上。属下告退。二少主，那日在悬崖，你救了我一命，你我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。你不需要对之前的事情有所愧疚，你也不用做这件事情来弥补。我做这些并非弥补，皆出自于我的本心。江离，江离，江离，师兄，江离，我已经拟好了救人之策，明日呈交州主，我们可以回定风阁了。这么快？你已经很久没回去了，师父他念你念得紧。江离母亲的死因还没查清楚，不如查清楚再回吧。江离，作为子女，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是不能置身于事外的。我陪你查清此事，再一起回去吧。楚先生可真是善解人意啊，处处做事都为我夫人着想。你们还没吃饭吧？先吃饭，别饿着了。师兄，你吃了吗？要不要一起吃一点？这些呢是我命小厨房专门为江离做的，分量也不太够。这样吧，如果楚先生还没吃饭的话，我命小厨房再做一份，送到您住处，您看呢？也好，请。二少主莫怪，5年前江离重病，我日夜为其诊治，关系自然也就亲厚了些。巧了，近日我身患顽疾，江离呢也是不眠不休地照顾我，这份情分也算是不言而喻了。看来那日在祖陵的一番话都是白说了。那日在祖陵，先生的话没白说。我也衷心感谢
先生能把我给骂醒，也是因为那一次，让我彻底的决定了，我会努力追回我心中所爱。如果到时候江离还是要走，我并不拦着。但如果江离他自己不想走，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他带走，就算是他师兄，也不例外。那就要看看二少主有没有这个本事，阻止我，带他走。少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少主近几日睡不安稳，妾身特意准备了安神汤，还请少主趁热喝吧。放这吧。妾身知道你为何事心忧。我为何事心忧啊？少主定是为了赈灾之事。妾身身为大少妃，必和少主一体。我父亲也会鼎力相助。你说王将军会相助于我？自然，我爹就我一个女儿，将军府自当与少主守望相助。前几日我爹还派人传话来，希望灵儿可以为少主分忧。将军有何见解？听闻城中因为地动，许多百姓流离失所，食不果腹。妾身虽被禁足，无法离府，但我可以让父亲买来粮食，一来可以救助灾民，二来如果周主知道此事，定会明白少主一片用心。灵儿啊，还是你心思细腻啊！哎，这几日是我的过失，冷落了你，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。把大少妃给我照顾好了。是。谢少主，那妾身就回去准备了。好。那小贱蹄子，拿什么跟我斗？玉珠，你去告诉父亲。那个，慢小心。父亲，怎么样？情况如何？目前我已经看太清楚了，整个东周这个地方，还有这边是受灾最为严重的。不过我已经派人在标志的地方建立了临时庇护所，可以暂时收纳百姓。可是目前最大的问题还是人手不足，我已经派禁令卫全部帮忙救灾了。父亲，二哥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这脸怎么弄成这个样子？挖地救人，到处都是灰，难免的，没事儿。对了，二哥，你不用担心人手的事儿。近日我们救下的百姓也愿意与我们一同盖屋，现在大伙在外面干得热火朝天呢。哦，那太好了。好，那依楚公子看，接下来该如何安排？禀州主，既然如此，那二少主这边可再增派一些人手，为百姓居所进行安置和重建。此外，这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在下可配置一些定风阁的汤药，分发给百姓，以备这疫情带来的二次伤害。好，楚公子不愧为定风阁的首徒啊！州主谬赞。
这个太史令一职一直空缺，没人能担。既然楚公子已经下山，能否接下太史令这一职啊？太史令一职，在下口难胜任。若州主眼下暂无合适人选，在下可再回定风阁前暂为代理。好。怎么斗胆？希望二少主可以赠我一枚随意进出二少主府的令牌，方便日后与其相见，时常讨论一番。看来楚公子与景明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呐。景明，不要辜负了楚公子一番心意啊。父亲放心吧，自然不会的。楚公子可回来了啊！回郡主，楚公子通常白日都是在外头与二少主一同救灾，晚上回来后去二少主府与二少主一同商议政务，通常都是在深夜才回来。好吧。州主已经返程，马上途经此地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？知道。事成以后，少不了你们好处。好嘞，走。大少主和大少妃真是菩萨心肠啊，找人给我们送吃的，要不然我们早就饿死了。是，听说大少妃本来就自身难保，还想着我们这些平民百姓，可真是活菩萨在世。是啊，真是活菩萨在世啊！走，大少妃好人。去大少主府。太好了，我们感激不尽啊！少妃，州主来了，在正厅。儿媳问州主安。不必多礼。听说你为灾民施粥啊？怎么，身体不舒服？无恙，老州主惦记了。少妃，你明明就是这几日……玉竹，不可多言。可有什么隐情啊？回州主，少妃这几日虽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在房中静思己过，可仍从丫鬟口中听说，城中许多百姓居无定所。少妃便不分昼夜的为灾民诵经祈福，好些个日子没睡个安稳觉了。玉竹，切莫在州主面前失了礼。无妨，有什么快说。是州主，少妃命奴婢守口如瓶，可再这样下去，少妃的身体就垮了。奴婢实在担心得紧，这才斗胆说了出来。百姓受地动之灾所累，无家可归，食不果腹，夫君为此寝食难安。灵儿也只是做些微不足道的小事罢了。父亲休听这丫头胡说，大夫说儿媳只要稍作休息便好。少妃你就别再瞒着州主了，大夫明明说你再这样下去，恐气血两亏，再难调理啊。州主，少妃为了筹集善款，把能卖的首饰都当掉了。说来实在惭愧，府中现银实在是……只要能为赈灾出力，能帮父亲和夫君分担，灵儿就心满意足了。好孩子，为体恤民心，把自己的嫁妆都给变卖了，这次做得很好，难为你了。我家夫君也想为赈灾出力，但却因为闭门思过，确实有心无力。丹林先前不懂事，犯下了一些过错，也一直想找机会将功补过。他即将此事托付于我，我便不会辜负他的一片爱民之心。你和景修有心了，从即日起无需再禁足，就让景修和你一起去为灾民施粥，也算是给景修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。是，儿媳代夫君
谢过州主。小心师姐。哎呀，少妃！哎呀，忙着呢，我来帮忙，我来帮忙。哎呀，你听说了吗？这大少妃呀，派她那个丫鬟在城中大张旗鼓的在施粥啊，还恰巧被州主给碰见了。那州主啊，当即就免了她的禁足。哎，你说说，她之前做过那些坏事，竟然都不作数了啊！少妃，你也是，不是老奴说您，您呀也学学大少妃。您看看您什么事儿都闷在这府里头自己做，那您就是做出花来，也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你以为州主不知道他们的意图啊？我想州主肯定是觉得，只要是为百姓好，他们有点私心，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不管是闷头做也好，大张旗鼓也好，只要是做好事就行。少妃，您说的对，哈，做好事就行。怎么样了？你们来的正好。来，这大灾之后必有大疫，我配了一些方子，你找人熬好以后发给那些灾民们。还有这些药囊，你拿去让战士们贴身带着，预防一二。师兄，这个是我特意配的药囊，你也贴身带好。怎么，我就不需要了？没了，没事儿，我马上就去给你做。灵儿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儿媳，也是锦绣的贤内助。此次锦绣能解了禁足，灵儿你做得好，这都是儿媳应该做的。以后啊，要记住你的身份，别再干些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儿，到时候呀，谁也救不了你，明白吗？是，儿媳谨记母亲教诲。这老二如今呢是春风得意，就连他那个母亲在州主府也是愈发的骄纵。我跟锦绣这日子是举步维艰呐。月盈则亏，盛极必衰。想要压住二少主的气势，也不是全然没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儿媳觉得最好的方式，就是让其后院失火。此话何意呀？竟亲自来神府给县太夫人上香，真是令神府蓬荜生辉呀！县太夫人对州主有恩，我早便想入府拜祭，今日才得空。是啊，若不是州主与县太夫人的过往，灵儿又何德何能够嫁入二少主府？我记得神府还有一位姑娘尚未出阁，叫齐兰。正是，不如我给她挑门亲事如何？兰儿千好万好，可是是我这么一个姨娘所生的女儿，最容易高不成低不就。若是兰儿有幸能得您的指婚，那是我们的福气啊！容我想想，这哪家的公子能够配得上齐兰？论地位，论才貌，哎，你觉得景明如何呀？
二少主，兰儿岂能入得了二少主的眼啊？更何况二少妃和兰儿，这……方才你也说了，这江离嫁入二少主府，那不过就是先太夫人积德。齐兰才貌双全，温文尔雅，说不定她比江离更能得景明的欢心呢。更何况江离是正妃，又是她姐姐，必不会苛待齐兰的。好是好，只是……邹姨娘有话不妨直说。大夫人有意将我们沈府二女共侍一府，不知是有何考量啊？你是知道的，灵儿跟江离他们之间有些误会，现在弄得锦绣跟景明之间都有些不快。哎呀，都是那些个小人乱嚼舌根造成的。若是齐兰能够嫁进二少主府，从中斡旋一二，我这个媒呀就没白做呀。见过吴副将，正好要去找你。这个是这个月的熏香，大少主知道大少妃最近操劳，所以大少主特意命人加了能安神助眠的香料进去，希望能有所帮助。这是我们大少主的一片心意。多谢吴副将。玉竹在这儿替少妃谢过少主美意。江离嫁入二少主府5年未有所出，若是齐兰能够尽快绵延子嗣，我定说服周主给她平妻之位。到时候你在这沈府的地位，那自然是极好的。谢过大夫人，大夫人的大恩大德，我和兰儿日后定好生报答。看你这话说的，什么报答不报答的，我只不过是希望周主早日得个长孙。大夫人如此赏识兰儿，是兰儿的福气。这件事我是100%个愿意的。今天晚上啊，我就去跟老爷禀明此事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定知道该怎么做。喝茶，来，喝茶。